京东好物来加码，破案神速又潇洒。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零蔗糖好酸奶，探案更出彩。感谢新一代健康酸奶 AMX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兴趣相投就来 Soul， 探案剧情聊不够。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节目同款实景独家原创密室体验，尽在 MCT。大侦探规则升级，奢侈侦探排名榜。本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京东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京东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2042年，世界发生技术爆炸，以元宇宙和生物医学为代表的大量新技术集中涌现。口袋空间是一款便携式元宇宙接入设备，插入端口后，使用者将进入个人专属的元宇宙空间。人们坐飞机时，由于飞行漫长不适，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携带口袋空间，进入元宇宙消磨时间。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各位科学家们，你们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吴机长，欢迎乘坐天空号从 M 国 M 市飞往 G 国不重要市。本次国际航班飞行时间预计为8小时25分钟，飞机将在5分钟后起飞。起飞后，大家可以登入口袋空间，在元宇宙中享受飞行的时间。8点，我们会有乘务机器人为大家送餐。用餐后，请将餐盒放在门口，机器人会自行的收回。特别提醒，本次航线将途经极光区域，机舱两边乘客均可观赏到美丽的极光。最后，请允许我们代表 MG 航空全体人员，祝首届全球人体增强技术峰会举办圆满成功。祝大家旅途愉快，谢谢。好，祝我们飞行顺利，飞行顺利。哎，机长，我安全带呢？安全带。因为你们是高科技人才，请自行解决。自行解决。走了。啊。走，嘎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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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接个口袋空间吧。哎呀，好玩！我要进入口袋空间了。哎呀，小土啊，这个咱们今天航线也比较长，要不把那个自动飞行模式打开，我们俩去口袋空间玩一会儿。哦，咱们还有自动飞行模式。那当然了。我们现在多高科技啊！进去玩会儿啊，一会儿见。好，一会儿见。
机长，所有按钮都失灵了。怎么失灵了？什么情况？难道是我们的中控电脑被害入了？你要不就再检查一下，用你的专业看看能解决什么，好不好？好，我去看看乘客发生了什么。哎呀！叮咚！这位乘客，你好，我是吴机长，我方便进来吗？我们发生了一些紧急情况。怎么没有声音？这位乘客，那我就进来了。怎么回去？没有呼吸。小普，不好了，快来，快看！怎么办？屋漏偏逢连夜雨，把它盖上吧。我们俩是不是摊上事儿了？我年龄还小，看不得这种东西。他没有呼吸了，好像真的没有呼吸了。真的没有了，怎么办？我们要不要看看其他的乘客还有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的？好，来，先给他鞠个躬。对不起，如有冒犯，一会儿来，我先看看下一个。好，你好，这位乘客，容娜丽莎，你好。哎呀，哦，还好，起床了，你好，起床了。起床了，你大黄屏没了。这位乘客，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发生了一点紧急情况，然后什么情况？可能需要一会儿你配合一下，好不好？你先清醒一下。哎呀，我就说不要坐你们的飞机嘛。哎呀，不，你们这飞机，相信我是专业的，我驾龄有40年了。等一下，你先清醒一下，我到下一个。你好，这位乘客，伦少爷，听得见我说话吗？开门呀！开门。哎呀，这位乘客，不好意思，那个因为我们今天的飞机发生一点紧急情况，一会儿可能需要你配合调查一下，好不好？我还用配合调查吗？紧急情况，实在不好意思。啊，核研究。怎么了吗？死人了。死人了！对，别睡了，大厅长，死人了！什么？叫醒我的不是理想的，是陆若云是吗？哎，这都是谁啊？这我是机长，这样啊，大家不要慌。你是机长来？哎呀，机长，哎呀，机长，来，大家前面请。K 总，K 总，这是什么啊？机长，你进来的时候看见他就这样了？对。哦。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本次航班的吴机长。哦。这位呢是我的副驾，普副驾。飞机起飞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这个自动驾驶的系统。我们全程没离开过驾驶舱。所以我们俩今天就拥有这个不在场证明。我们今天是这个侦探。现在呢，非常的紧急情况，就是呢，在2070年3月10号的晚上10点半，也就是刚才，由于飞机驶入了风暴中，水平仪摆动过大，触发了驾驶舱内的应急装置，释放了座位中的电流，所以我们俩就被电醒了。哦，你们等于是被从那个口袋空间强制唤醒。对。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操作系统就失灵了。然后我们推测应该是有黑客入侵了我们这个中控电脑导致的。为什么一直写2041啊？你们飞机上？现在是2070年。这就是被黑入的证据。这是一个组织。这就是黑客组织。飞行自动呢开启了安全飞行的这个程序，所以大家放心，飞机呢还在飞，但是我们都很安全。
随后呢，我就来到了这个头等舱，发现 K 总他就这样了，哎呦喂，死在了自己的座位上。大家可以看到，餐刀刺中了，伤口周围呢有大片的血迹。为什么用餐刀啊？然后呢，我跟我这个副驾就一一把你们唤醒了。哦，由于呢头等舱和经济舱之间的门不可打开，经济舱呢有独立的登机通道，所以呢，杀死 K 总的一定就是你们其中的一个。什么？你看看，你看看，他已经躲出了，你已经快出去了，你怎么站在机翼上啊？哎 ，sorry。所以今天我跟小普同学，我们两个从此刻开始，我们的触觉灵敏打开，你们每个人都给我小心一点。我们俩今天一定会把凶手抓出来，还 K 总一个交代。在我们的飞机上不允许出现这种事情，出现了就是我们今天的失职。既然已经造成，必须要把结果降到最低，好不好？好，结果降到这，说那个他没有再低了好吗？他都已经去世了，还要怎么再低还要怎么低？怎么个结果至少在落地之前要给他一个交代。 ？OK， 来，给这个交代有没有大力胶？对对，哎，林总不能说谐音梗，不能说谐音梗，哎，没有谐音梗，没有谐音梗。对我有点信心。这样吧，基本情况大家也了解了，我们一起呢到飞机的前面去聊一会儿，好不好？好。这样所有人这边走。哦，好，我们坐在机头上。各位嫌疑人，现在大家都坐好了，1、2、3、4、5，很整齐。上山打老虎。希望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说一说跟我们 K 总的关系是什么，好不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好，我就是何研究，我是来自 K 集团的高端研究人员。高端研究哦。那么 K 集团是全世界都闻名的一个高科技集团。那我本身呢，就是一个高智商的天才大脑，我并不是机器人。只是我们公司的造型就是这样，但也不是全是人，被改造过了。不，我的造型是致敬张若昀，就结合了人和哈士奇这些，哦，这领域竞争也这么激烈呀？我先跟你说我跟 K 总的关系。那我呢，名字叫做何研究，没有我不知道的，没有不知道的。真的假的？ K 总是我的老板，然后 K 集团所有的高端的研究都是出自于我手。他们公司核心人物，核心人物非常核心，应该是那种有股份的。没有股份。K 总与我比较像是怎么说呢？是我的老板而已，他没有跟我做到那种合伙人，没有对我那么好。对，所以心怀恨意。你看，所有东西都是他研究的，他又没有股份，对，是吧？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对。动机太，我就因为发明了所有东西，没给我股份，我就把他杀了，这么 low 的吗？真的太明显了。栽赃，我喜欢这个侦探，一上来先把人栽赃。下一个，伦少爷。我叫伦少爷。整个我们发挥不好了。我叫伦少爷。这感受到了风水了。在座的你们，包括机长啊什么的，应该都认识我，但是我对你们都不太了解。何以见得？因为我们这个家族啊，是涉及到你们的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都跟我们有关系。比如说你们最熟悉的口袋空间，包括今天你们做的 MG 的这个航空公司，都是我们家的。给我们发钱的。我也是现在邓氏集团的现任总裁。哇，败家子儿。哇哦！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买不到的东西。
普及一下，所谓口袋空间呢，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家可以拥有的一种休闲方式。它比较像是一个个人的私密空间。对，它不可以联网，通过一个很小的装置，你就可以进入到一个几乎是真实的世界。8D 空间。对，除非通过接入端口，利用黑客技术来破解连接。然后呢，这个空间登入登出的意思呢，就特别像是你登录一个游戏，或者是在登出一个游戏。用户可以根据喜好自行制定空间内部场景，用户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设置登录密码。如需登出，请使用空间内的遥控器一键登出。登出时，空间内部的物体状态保留。温馨提示：口袋空间与现实世界的时间保持同步。特殊情况下，如用户在现实世界中遇到强烈刺激或生命威胁，可被强制唤醒，自动登出。那么在咱们这个飞机上呢，大家的时间非常好打发，因为你上飞机，你就可以登入到你的口袋空间里面去。那么这一切呢，都是邓氏集团的杰作，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要给伦少爷掌声。哦，感谢感谢。对啊，但是我对你们都不太熟悉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你们能坐一个飞机呢？因为你没有坐你自己的私人飞机。对呀，你坐公共航空，那不肯定就是能遇上别的人吗？对你应该是舒克开那飞机，你。对，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我一个人坐这飞机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上飞机就是为了杀 K 总，他已经说出来了。对，就是你这很奇怪。你跟 K 总有啥关系？这个 K 总啊，我其实也就是偶尔听到过，但我跟他根本不认识，目中无人，他太有钱了。因为我们接触不到啊。我每天都在忙这个航空公司或者这个口袋空间怎么运营的问题。这个 K 总包括他，我都核研究什么他干，只介绍了一个人就没记住我的名字。我虽然没有股份，我好歹有个名字。他根本不在乎谁活着。那你今天来是来检查我们工作的吗？还有一些事情吗？已经说得很明显了，非常可疑。对，首先口袋空间就是他管，我们两个为什么突然间被从口袋空间电回来，就是他弄的。而且他自己一个人明明可以坐在最前面，他猫到了最后，他纵揽所有人，这能说明什么？就是他动的手。是在录最后一趴是不是？你不要给我瞎戏啊！没有啊，很可疑，很可疑。我只是拥有这个口袋空间，但我不是研发人员。而且我们的房间应该都是包厢，所以虽然他坐在最后，但是他也看不到前面在发生什么。好，嫌疑更大。来下一个，大清仓。是我是大清仓，我只要推销过的东西就没有卖不出去的。如果你想保平安的话，我会推销给你一包铁观音，泡在茶里喝起来非常的开心啊。逻辑在哪儿？没有任何的逻辑，真没听懂，真没听懂，因为要保平安，但是你买了罐铁观音而已，是这个意思啊，没有任何的原因。重要的是在于我能够卖出去所有的东西啊！今天在飞机上都是我的各位宝宝们，所以说呢，我会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卖出去。死者呢，我只是知道他是 K 集团的 K 总，非常有名而已，没有见过，这是我第一次见啊。哦，他因为他是一个卖东西的，对，最近销量不好，怀恨在心，登上了这个飞机。 K 总没买他的铁观音，影响了他的销量。他们这么会，我断章取义，对不对？这种取义，我喜欢，我喜欢，嫌疑非常大。而且你看，这个飞机上还有伦少爷，伦少爷能买一切都没有买他的铁观音，就说明他们之间也许还有一些什么东西，说不准。来，下一个。我听人名如其人，我就是虚拟世界中的王者，电子境界线的不可跨越的高峰。张游戏，我是这个世界一切游戏记录的保持者。哇！你喝了吗？你弄那个啊？因为电子竞技不需要视力，不知道吗？玩瞎了都一样，眼睛。那你跟 K 总是什么关系啊？我听说过 K 总啊。听说过，就是大众公众人物那样的听说。对，因为 K 总特别有名啊。我是被叫来做这个游戏测评的，口袋空间都会由我来测评。哦，你是来测评这个游戏的。对，所以他掌握了我们所有人口袋空间里头那些秘密。对，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空间你都能看得见。我是个玩家，我不是设计师。有嫌疑。
所以黑客就更容易是他了。你看看没有？我现在要学会栽赃这种感觉了，我好吧？破案了。现在4个人做自我介绍，嫌一个比一个大。真的，我真的觉得到第5个可能就破案了。有容头容。好，最后一个，容纳丽莎。嚯，我是行走在科技前沿的电子程序员容纳丽莎。哦，你也是程序员。黑客。那应该你们俩认识啊。一个部门的。你们俩。我今年43岁。哇，你看看，我修的 bug 特别多，写的代码特别多，但是最让我值得骄傲的是我的头发还特别多。作为程序员来说，就听不得这个，真讨厌。我没有秃顶。对。然后你跟 K 总是什么关系？我们不熟。不熟？你不是他公司的吗？不是。啊，还有另外一个公司。第1轮我们全掌握了，那么第2轮，那我想了解一下你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时间线是什么？而且我想重点的听一下，大家从口袋空间里这个登入登出的时间是怎么样的？5点20的时候，我在休息室遇到了张游戏和大清仓。对。5点半的时候，我登机了。6点飞机起飞，我登入到我的口袋空间。对，8点的时候，我从我的空间出来，吃了一般般的晚餐。飞机餐。你吃晚餐了？我吃了啊。8点40，我再一次登入了我的口袋空间。9点10分，我从我的口袋空间登出。10点20，我看到了极光。哦。然后睡过去了。10点30分，被一个帅气的男子叫醒。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去过厕所？没有。没有。非常清晰，都掌握了吧？来，伦少爷。我是今天5点登的机。哦，你这么早就上飞机了？这么早，我们还没来呢。是不是也来太早了？是不是这个公司的少爷还要负责打扫机舱啊？布置现场。哦，有可能。嫌疑。然后呢，6点起飞了以后呢，我跟这个核研究一样，也去到了自己的这个口袋空间。7点10分的时候，我是因为想上洗手间，所以就从口袋空间给出来了。啊，你去了厕所啊？但是我这人呢，上厕所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先到厕所做的第一件事呢，要先冲一下马桶，然后才会。这个事儿这么重要吗？很重要。先冲马桶，因为他要冲掉一些不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这只是一个习惯而已，首当其冲。对，首当其冲啊。这个习惯呢，会影响我上厕所的心情。所以我第一次去厕所的时候，我摁的时候，发现这个马桶啊不是很通畅。通畅。我就觉得可能不太适合上厕所，现在我就出去了。不，你一直憋到现在。听我说完。然后呢，我就回来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我发现厕所还是得上的。有钱人家是调整心情之后才上厕所的，他不是靠3级，他是靠心情。哦，我的心情。看人家从小训练的心理素质。不是，你回头想他第一次多荒唐，他从自己包间出来，打开门，走到卫生间，出下水，回去了。对，而且说我的心情不对。你还说你5点钟上飞机不是来打扫来，你肯定是躺在那想到，哎呦。厕所忘冲了，对，调整完心态了，然后我就又去厕所了。这是7点20的时候。7点，哇，调整了10分钟。但我发现洗手间有人，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必须又要回去了，又影响了一次我的心情。然后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了以后，又过了20分钟，7点40的时候，我觉得不行了，一定又去，急了。有钱人还是要自己上厕所，真的很难受。这个时候就不是靠心情，不靠心情，那肯定就是3级了，靠的是排泄了啊。然后呢？然后去了以后发现还是有人，啊。但是没有办法了，这一次我不能再退回了啊，所以我就敲门，我就要把人叫出来。一开门，大清仓从里边出来了。哦，是你呀！你聊得那么开心，我It's me， 我上了那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破坏你的心情，对吧？然后他很有心的，但是我不认识他啊，所以就又回到自己的座位。7点50，我就再一次的进入自己的口袋空间了。然后我就一直待到9点05分，
我就好出来了。碎哦！啊，出来了以后，我就在座位上坐着，等到10点20的时候看极光，看到了极光，哎，也就睡着了。 10点20之前，伦少爷做了太多的事情，精疲力尽。对，而且他大仇得报，所以他就呼呼睡去。来回在舱里溜达，那个步数第1名。对，往返于2个地点。那你中间没有吃饭吗？我没吃饭，哦，你没吃饭。睡着了以后，然后之后就被吴机长给叫醒了。哦，好，掌握了。来下一个，我是5点20登机了，然后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在候机室啊，与何研究还有张游戏打过一次照面，当时我还碰见了死者。没错，因为我是跟 K 总一起登机的，一块儿的。那么6点的时候，飞机飞了，你看看啊，然后听你说的感觉像到了7点20的时候，我就去上厕所了。你6点到7点20没进口袋是吧？对，啊，好。到7点40的时候回到自个儿的那个隔间啊，然后我上完厕所之后呢，没有胃口，然后呢我就没吃饭啊，没吃饭。那么9点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困乏啊，9点我就睡了过去。哦，你很不爱登口袋空间哎。但你不是在口袋空间是吧？哎，待会儿你们就知道啊，其实我的口袋空间呢。然后，那么这个10点呢，我醒来了，在10点20的时候，我也看见了极光。我看见了极光之后，跟大家一样，就又睡过去了。然后一直到刚刚被人叫醒了。好，明白了。来下一位。我也是5点20在候机室见到了 K 总，带着小何，然后见到了大青桑。对。我就跟你们不一样，我是专业的游戏玩家，我沉迷于虚拟空间。6点我一上飞机，马上我就登入了我的口袋空间，全程没有退出，不吃不喝，也没有上厕所，一直到10点半的时候，我被摇晃中醒来。我这么可疑，啥也没干，别人都忙成那样了，你一直就在口袋空间里。对的，玩了4个半小时。你看见极光了吗？我没有，我在睡。然后我在玩，但是我在游戏空间里边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哦，你在那边很忙。我在那边很忙。对。那个荣，我今天是5点半的时候登的机，然后6点呢飞机就起飞了。起飞之后8点送餐的时候呢，因为我今天不舒服，我就没吃。8点。谁吃没吃很重要。因为凶器就是那把餐刀。有道理。哦。我说我没吃，只有你一个人吃了晚餐。啊，真的假的？8点的时候，我从我的空间出来，吃了一般般的晚餐。我知道。反正8点我没吃，然后呢8点半的时候我登入了我的口袋空间，一直待到了10点10分，然后我登出。10点20的时候，我看到了极光，然后看到之后我也就睡过去了。好，大概我们已经了解了。第一轮我们心里已经有怀疑的人了。所有人是不是？你们5个。对，就是你们5个。谢谢，哇，好棒。我们为了争取更多的这个信息，只能进行第一轮的搜证。好，我们第一轮这个分组是这样的啊，我跟我的这个小普。还有伦少爷，还有何研究，我们是第一轮搜。哦。剩下的3位张游戏、大清仓和容娜丽莎，你们是第2轮搜。搜完之后我们开会，好不好？好嘞。来。现场搜证，7名玩家分为2组轮流取证，限时10分钟。京东电器品质保障，180天只换不休，每人可进入京东电器装备区拿取搜证电器。
来，我们去探神器。哟，哇，请问是什么有品质保障？京东电器。来吧，拿我们的探神器吧。这个是贺老师。谢谢。这轮的给。OK， 干活，走吧，我开工。来，跟着我们的侦探。这边走。线索案发现场吗？对。身上有啥特征吗？看一下他的什么裤兜啊？哦，哎，有啥？你弄一下这是2041的一个盖子。有他的包。哦。哇，这里边还有这些东西。缺一把钥匙。钥匙。它那里有个内兜。这打开这有啥用？啥意思？哎，就在这里。就啥都没了？没有啊，就这个。我怀疑哦，它可能预示着说这里面原本有一个什么。有个什么，被挖走了。联际航空公司天宫号提升头等舱旅客体验，专门在趋势新品满满为中国增添新意的京东电器上购买了最新款的空气炸锅。哦，原来这个空气炸锅是在京东电器上买的呀！京东电器品质保障180天，只换不修。此锅特有蒸汽淋洗去脂技术，联际航空公司天宫号特别研制超好吃的炸套餐，个人拒绝。看看这个餐盒。这个是吃过的了，这个。哎，什么？这个没有刀，下面的都有刀。哎，这个也没刀。这个没有刀，反正就是吃的人有一个刀没了，对吧？对。然后没吃的也少了一个刀。对。那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有2把刀，那现场只有1把。那还能看哪儿？那就冒犯了。黑色的伤口。哦？哦？容纳丽莎莎。天宫号登机卡容纳丽莎，容纳丽莎甄教授将在3月10日乘 MG 航空公司天宫号航班前往 G 国不重要时参加会议。2041组织，他是组织的人吗 ？First。出院记录，我院对该患者进行了全胃切除手术。出院医嘱：需注意身体，忌剧烈运动及长途出行。容纳丽莎的口袋空间。密码，它叫啥？容纳丽莎，容纳丽
莎，我打开了，真的假的？这密码是不是太简单了？我开了。哎呦，它这个好舒服啊！哦，好别致的空间。感觉有点像度假的那种感觉，热带。啊，这是什么遥控器？按下即可登出。邓氏集团工作证，高级元宇宙建模师。实验性治疗同意书，姓名荣海尔，性别男，遗传性脑细胞萎缩，上述情况严重均可能有生命危险，请患者家属认真考虑签字，理解后人。荣科技签字，2060年12月29日。2060年，10年前啊。他的孩子吗？他儿子身体不好，他身体也不好。蒙娜丽莎，根据您寄来的弹壳，我们调查发现这款子弹价格不菲且时间稀有。K 集团近期大量购入这款子弹，2041。他这个身份蛮多的。我先搜大的吧。哎，它的口袋空间不需要密码哎。哇！啊！它的空间是空的，真的是空的呀！大清仓嘛，全卖出去了，都它连口袋空间里的东西都卖了。我会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卖出去。嚯！哎，有一个这是什么呢？摁一下即可登出口袋空间。哇！这真的一点都不惊喜哎，我这个啊，我搜完了。那你再搜搜别人。空间是空的，口袋空间，口袋空间，空间间。哇！哦，它有一个兴趣群组。各位 Solar， 我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3月10日 K 将参加峰会，图片附后。信息收到，这将是 K 集团制造黑暗科技和暴力袭击的恶行昭示天下的绝好机会，行事务必小心。我们2041组织啊，它是2041组织，大妹妹，哎，大妹妹。3月10号从 MG 航空飞已使用，3月8号、3月6号往返。它怎么一直在往返呢？12月31日，邓氏集团总裁突然死亡，有弑父篡位之嫌。OK， 这个包包应该是没了，还有一个行李箱。
这是个啥呀？这是个什么呀？这么可爱的吗？这是啥呀？哦，它是可以放手机，然后可以放在脖子上。这么可爱的吗？这有点太近了吧？这很容易对眼哎，就放手机的在这看，会不会太近了？这有点太近了。这是个什么呀？一瓶菊晕。你的时间还有3分钟。哎呀呀呀呀！芯片插入20分钟完成入期。芯片，天空号已经偏航了。我们本来是要从 M 国到 G 国，那现在是折返回去了吗？它这个极光区域是说可以在飞机的行驶的右边看到极光。这个虚线航线是什么意思？想一想吧。飞机系统干扰器，航空违禁品，然后这个还是航空的违禁品，没法随身携带或者托运，它是怎么弄上来的？工作人员刷卡进入。医疗舱有2条就诊记录。哦，什么东西啊？这是？这是蜡10秒，倒计时蜡烛的那种蜡。10、9，而且只有这里有，而且这附近没有蜡。对，它是一定就是销毁什么东西留下的。对，或者没注意，或者那个厕所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堵。对，对吧？蜡嘛。时间到了，请离开现场。让我们离开现场，交给下一组。京东，哇，又进入到了我们的京东电器品质保障，只换不修，京东就是棒。哎，这是我自己的，太好了。啊，这是若云的。哦，谢谢。哎，走了，我们要开始探案了。哇，好帅气哦！哇哦，是真的很有科技感。这个特别像一个大型的验钞机。登记，头等舱哦。我搜轮少爷吧。哎，不行，大老师，走。你得有，你们出来，重新来。高级转场音效。哇，是这样子的，它门是你要摁它才会开，你进去以后你要自己关，它才会关的那种。哦，开了，你看见没有？声控的，我这个声控的。这是他的一个随身带的小包。尊敬的轮少爷，您邀请的重要嘉宾，我们已经请到了，期待您莅临指导。请输入口袋空间密码。轮少又是爷，哎，打开了，口袋空间咦。这好像一个病床啊，这为什么是个病床呢？这应该是他跟他爸爸。邓布斯和把儿子划走了，都划走了，感情不好。自由世界。积分排名，
科技新贵，满满一本他的杂志。内部汇报文件。哦。5套睡衣。有个笔记本。好不容易上了，对不起，资料已附在下面。黑中判书。好科学因个人问题离开实验室。我要搜张游戏，是需要输入密码的哦。密码。好，这有一个 iPad， 哦，好帅气。大神张游戏，哦，密码是8个8呀，8个8要发家。哦，开了。就在这个空间里。这还有一个行李箱。张游戏，他是7月12号出生，登记时间是60年。这里有什么？还有个东西是换药，治疗记忆的错哦，而且他有暴力倾向。你喜欢暴力熊，来特别爱收集暴力熊，有这种暴力倾向。哈哈。这个是干嘛用的？防沉迷。哦，在一定时间就能出来。他一边要置换。他还一边要防沉迷，有个戒指，嘿，他肯定是爱着谁。然后呢，那个人这个空间而猝死过。我说太聪明了 ，so smart。我要进入口袋空间了。他的口袋空间是个实验室。哎，你叫张游戏，那你为什么是个那个化学实验室啊？那是我的游戏场景。哦。神经重组剂 K20， 有神经重创机器人模拟仿生，研制成功。哦，好科学，入职时间48年。研究。哎，这不对吧？他这手机怎么还要初始化呀？请输入口袋空间密码。按下即可登出。这个核研究以前是个智障，现在也看着不聪明了啊。哎，神经重组剂 K21。哎，你看这好玩。哦，对，这个是娃娃机。哎，这里还真有东西，真有，这里边有个字条。字条上面写的什么？我是个字条。哎呀，你的时间只剩最后1分钟。禁止伤害程序，被植入芯片者将无法伤害佩戴感应器者。身体具有闪电型的标志。哎，这有个箱子，这有个手电。哦，哎，你看这上面，这是一幅画。
零蔗糖没有负担的它，总会让我想起记忆中的美好片段。每次喝 AMX 酸奶的时候，都会被幸福萦绕着。怪不得何研究这么喜欢这个 AMX 酸奶啊，零蔗糖无添加，营养又好喝啊，我也喜欢。哇，这里面有别的字，紫光笼罩下，紫光。紫光，酸奶，哦，这还有好多，哦，看见什么了？这儿有这个紫光照出来的字儿哦。10秒倒计时开始，10、RKJ 9、8、风7、6、哎，大青哥，哎，你看这里边，它这里边有一个定情信物，是不是？哦，他抱的是他儿子。时间到，请离开现场。我们一起被传送带送走，好不好？好的。唰，主人过来，领我这个行李。哎呀，来吧，先弄一下他们的人物线啊。这个是死者，然后邓氏贴这边吧。好，他俩的关系现在还不知道，没啥关系但是这两边一个代表着 K 氏，一个代表着邓氏，对，邓氏2大科技集团嘛。他是 K 氏的下属关系，对，雇佣关系，他是游戏的爱好者，对，大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买卖的，对，但是他看上去没有科技能力，对，然后荣，目前看起来他就没有什么关联，对，然后写一个3个集团的关系3个集团，20咱们要不要画一个他们的座位图？哦，对，可以画一个，这个对很重要一。会儿去拷问一下。这是我俩，这个是张，这个是和，上面是大，那边是邓，这个是 K，荣，只有坐在飞机右侧的人才能看到激光。对窗户只在每个座位的私人空间里。对，但现在20分的时候他们是看到的。对。我们今天的侦探非常的有自信，非常有自信，我跟你说破案了，是破伤风还是破案了？到底是？不得了了！你们现在每个人都要给我警惕起来。哎呦，你们说的每一句话很可能都会成为我的证据。那不然会成为什么？会成为你的充电宝吗？我换句话说，刚才没搜出什么证据，现在靠讹我了。没有搜出证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嚯！赤裸裸、响当当，每一张都吓死你们！我突然觉得他们俩这个衣服好好看，是真的啊。其实是好看的，非常高级。现在不要用这种方式来混淆我们。对，星际迷航，对不对？现在夸我们的着装是没有用的，我们还是要用事实说话。哦妈呀！就看不得溜须拍马的事情，一视同仁。这种小伎俩，哎，我在他那找着药了，要不你们先吃点。你们2个人是不是在干嘛？一直在演戏，虚张声势的。首先，我就要派出我们的副驾分享他的线索，吓死你们！来吧，好，先来讲一下。小普，精彩喽，小普，小普，我怎么分不开这手？哎，你们都能分开吗？啊，现在我不行哎，我不行，那捏着行吗？不疼吗？不疼，哦，那不捏就不行。但我可以这样。这样也可以。我可以这样。哦，我不行。尊重点我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观里面有3大组织，
现在我们知道的2大科技集团，一个是 K 氏集团，他们是生物技术；一个是邓氏集团，你们是元宇宙技术。现场还有一位不属于2个科技组织，但是身怀绝技的程序员荣，很神秘。荣很可能啊，他就是来自这个2041组织的。那位是元宇宙技术的体验官，这位是小商小贩儿。好，我是销售大王，我。今天其实是处在一个被2041这个组织害入了我们飞机的这个中控系统的这么一个状态。2041这个组织呢，它是一个反科技的一个组织。那他们还当黑客？对，他们就是要以毒攻毒。所以他们用非常复古的技术害入了这个飞机。我们在飞机的这个中控系统上面看到了一个 U 盘，上面写着将芯片插入飞机的中控电脑20分钟之后可以完成入侵。可以修改飞机的系统权限，旁边有2041的 logo， 比如说这就是我2041这个组织干的。我们这个未来还得用 U 盘啊！哇，他们是复古，经久不衰的一个东西啊。对，好。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上面不只有一个势力想要害入我们这个飞机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航线图，仔细看就可以看到这个航线图被修改过2次。我们原来的航线图不是从 M 国到 G 国嘛？对。但是这里显示出来，它被修改了1次，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现在的飞机不在原来的航线上，也不在修改过的航线上。现在飞机在哪儿呢？在返航。在返航。我们再返回去。对，为什么现在飞机会返航呢？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东西，叫做飞机系统干扰器。像这样，在这个中控系统的座位下面，好复古啊！这是个长得像路由器。对，这甭说未来了，到现在也感觉埋了100多年了，这东西哇！复古，这个太富了，我正好到这年是 vintage。vintage 又回来了。对 ，vintage 火了。飞机系统干扰器的作用是什么呢？按下启动键会立即干扰飞机操作系统，导航及报警功能失灵，飞机将自动返航。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这2个肯定不是同一个人。对。所以应该是2041的第1次修改航线，这是最开始的。对，先改的。改了之后，这个启动了，飞机返航了。2041为什么要改航线？飞机干扰器又是谁做的？我现在比较认可，就是我们在座的几个人当中，的确是有2041的组织的人存在的。干扰器不一定代表一个组织吧，它也可能是个人。对，是吧？对，都有可能。另外呢，再仔细注意一下这个干扰器上面有白色的不明物体。胶水是不是胶水？不是胶水。侦探啊，在厕所边上发现了地上也有白色物体的碎屑，是蜡，是蜡烛的那种蜡点儿。有人过生日。哎呦妈呀！生日快乐！这是一个烛台，干扰器也是转圈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全金属材质，它是属于航空的违禁品，无法随身携带以及托运。对啊。所以它要怎么带上来呢？它把它封在了蜡里面，带进来。这是一个推测。那它如果是这么大一坨蜡，它咋化呢？它不是厕所，但是不通畅了吗？可能有点蜡把那个堵住了。第1次去厕所的时候，我摁的时候发现这个马桶啊不是很通畅，我就出去了。邓公子当时去上厕所，发现堵住了，很可能是蜡堵的。它就是在马桶旁边有一种这个蜡的碎屑。他7点10分第1次去冲马桶的时候，已经觉得有点不通畅了。对，已经堵住了。大，请问你7点20到厕所的时候，那个厕所是正常可以使用的吗？还是说它也是堵塞的？我砸了门，他才出来嘛。他出来，我去很顺利。但是我们没有更多的信息，我们就先打个问号。另外的线索就是，咱们这个飞机上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医疗舱，这个医疗舱也需要工作人员刷卡进入。
整个飞机上的工作人员只有我和机长工作卡只有2张，但是呢，这个乘务是非常智能，如果它识别到你身上有伤口，它会自动给你打开。哦，有伤是自动可以进去的。它不能复原伤口，但是它可以把你的这个血迹给你清理干净。它不能保证一次就治好，是这意思吧？还是有恢复期的这。医疗舱上面的这个治疗记录上面，今天有2次，已经治疗过了。对，但是没有具体的时间。另外，医疗室的这个垃圾桶里面有2个这个胶，应该是拿来粘这种纱布的。这是个什么呀？胶，在死者的手上，它是有一个创可贴的。那就是对上 K 总用的那个。对，实锤 K 总是去过医务室的。因为至少他去过1次，是为他手上的那个伤，对，肯定不是致命伤，肯定治疗了。对，那就还有人进去过。所以医疗室进去了2次，所以 K 总起码站了1次了。对。然后还有1次是谁？垃圾桶里面还有这个绷带。我的天！绷带上面是大量的血迹，并且如果是医疗设备帮你这个包扎什么的，设备会把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这种绷带销毁掉，不会智能到把这个用过的纱布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人为的啊。回这儿，这个纱布应该是他在治疗之前这个人带进去的，对，很有可能。他在哪儿受的伤？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血迹了？我们今天这个案子时间线非常的复杂，有不同的时间线可以用不同的元素去佐证，其中一个是极光，另外一个是晚餐，晚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凶器是那把餐刀。是的，那除了这个餐具非常重要之外呢，餐食本身，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是杂物？是有口音吗？是杂物，然后说成炸物了吗？就是翘舌音呀，就是说炸鸡什么的。对对对，这些杂物是怎么准备的呢？是谁准备的呢？它当然是用京东电器上购买的空气炸锅。京东电器品质保障180天，只换不修。太棒，好棒！这个空气炸锅现在非常火而且非常方便，而且很好用。我的分享就结束了。好棒啊！接下来何研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发现是什么？哇，一本书哎！我去了大清仓的空间，我必须说，我非常失望。大清仓的空间是个空间，这是一个空间，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对，怎么会这样？家徒四壁，家徒四壁哦，就是它的空间特别像是一个卖那种卷轴门的，你知道吗？那空间不错，我就买个窗帘是吧？对，然后完了又下来，就全是四面都是这，就是这种家徒四壁的高级感啊。然后呢，只有地上放了一个遥控器，就是摁一下就登出了它的空间，就是等于没有东西。好在呢，在它的座位上面还有一个包，有一箱子，它有个毯子啊，这里面都有很多的内容。首先，如果大家要找2041，找大老师就对了，找我就对了，哎，而且它不只是2041，它还是 double 的2041。哎，在它的这个箱子里面呢，我发现了一个很厚的信封，里面装了2个闪光的徽章。找到了。上面赫然写着2041，重点是这徽章背后是有编号的，一个是D831，一个是D925。哎，这是不是意味着其中一个是您呢？
是的，说的没有错。但是呢，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儿啊，因为我是一个推销的人，我的资料就是我的菜，我想怎么卖就怎么卖，你可以向我买。我并没有对这个徽章感兴趣，那就不卖了。好，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吧。这个 D831是我的编号啊。那D925莫非是您在说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包别了一个很漂亮的钥匙扣。哇，里面是一个女生，后面写了一句叫做"你永远在我心里"。哇，是我的 daughter。你的衣裳啊？不是是女儿，女儿啊 ，daughter 和 doctor。 daughter 是我的 daughter， 是我的 daughter 小特儿，是你的女儿啊？是啊，我好伤心啊，因为她已经走了，但是她永远没有走出过我的心。哎呦，自从失去他之后，每回我哭的时候，都会把我们家饮水机两边都打开，让他陪我一块儿哭。哇，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把饮水机打开一块？跟他的眼睛一样流水啊！这边滚烫是对你的思念，这边冰冷是对我的惩罚。哎呦，我就是冷热在我心中交织而成，让我这些年都不得好活。但是你还是应该把它接上，然后喝掉，不然浪费。对，我的眼泪都是我自个儿喝掉的。我的女儿就是因为沉迷那个口袋空间而猝死了。啊！我在他的这个手机里面找到了一个兴趣群组，其实呢是在2056年的7月14号，应该就是他的 daughter 走的第2天，由大妹妹，是他的妹妹，邀请他进入了这个兴趣群组。那D925是妹妹对不对？是的。哦。这里面呢，我要呈上这个关于2041的群组的一个介绍给我们的侦探，因为我觉得这个讯息非常重要。群简介：科技不应打破人类社会正常的秩序和规则，我们只在规则内建立一个温暖、真实、和谐的淳朴世界。Soul 是科技爆炸时代下的温暖、真实、和谐的一片净土。我们2041组织汇聚在 Soul APP 这个自在表达、互相鼓励的社交平台，相聚在此，共同努力，就是为了实现同一个信念，让地球重新成为大家的快乐星球。大家给我一个 B， 给我一个 T， 给我一个 R， 给我一个 L。我们的口号就是 Back to Real Life。因为现在科技过于发展，我们希望回归到人类本质真正的生活。Back to real life。其实他们要做的就是回归到2042这个新科技元年之前的2041年淳朴的生活当中。我也就负到2041，是吧？他们不负到1841去？就是这种人就是岁数大了，接受不了新科技。之前呢，我们讲了很多他们黑到机舱里面，然后黑到比如说改变航线或者各种行为，会以为2041是一个捣乱的、不好的，就是暴力组织或者是一个不法的组织。后面呢，我在它里面找到了他们2041给他派的一些任务，而且已经完成。第一个呢是找到了2058年，他们行动的内容是揭露科技巨头邓氏集团出品的口袋空间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传播公开捣毁、焚烧其产品的大量视频，大规模的针对邓氏集团进行舆论攻击的活动。也就是说，他因为女儿沉迷于这个口袋空间的游戏，不幸猝死之后，他参与了用舆论来大规模的攻击口袋空间这个产品的活动。同时呢，在这后面也看到这个活动呢已经完成了啊。还有一个就是
针对了邓氏集团进行了一些调查，而调查结果，首先第一个是有新品的发布，另外一个呢，过度沉迷于空间会导致眼睛疲劳、心肌缺血等一系列疾病，严重时会导致猝死。第三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知道呢，口袋空间是你必须用遥控器才能登出的，或者我们知道是外面的人把你暴力摇醒，你才能够出来。但是事实上，邓氏口袋空间存在难以修复的 bug， 就是两面镜子对照，可强制登出你的元宇宙空间。有 bug， 这个 bug 只有邓氏集团的高层，以及少数高级元宇宙建模师，我怀疑有他，还有这个已经查到这件事情的他们3个是知道的。也就是说，不管大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了什么样的一种口袋空间，哪怕你没有遥控器，或者没有人从外面把你摇醒，他们3个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出来。这个主要是用于他进别人他出来，对吧？因为他进自己的，他可以用遥控器把自己找出来。对，因为他对吧？这个东西只有在别人的那里才有用。或者你被别人困在了，对，你就出不来嘛，对吧？后面是大销售，大清仓。对不起，我好销售啊！没，什么销售，我好瘦啊！好，他有关注到邓氏集团总裁突然死亡的事件。是的，邓氏集团的继承人伦少爷宣布了其父邓布斯的死讯，正式继承了公司。而新任总裁，我可以说吗？对你好不恭敬啊！这个八卦天天见这个报纸，我建议贵公司收购，并且把它销毁。没有我不能买的东西。嚣张。因为他说，新任的总裁伦少爷能力似乎远不及其父，哎呀，恐不能担起集团重任，而邓布斯死亡疑似被谋杀。相传继承人与父亲相处不和，有弑父篡位之嫌。当当。我天，句句戳在心窝子上。八卦天。哎呀，这听不了这个，我要是你，我听不了，必须得动手。重点是他为什么要去收藏这么一个报纸，而且还要带到自己随身的登机箱里面，就是他们在跟进此事。对啊，因为我是4·1组织的呀。而且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搞垮邓氏集团的可能性。连八卦都关注。对，那八卦就是我们写的。好，另外什么？我不知道，应该是。另外，他也为自己的这个组织在澄清一些事情，也是八卦天天见只写了一个直击诺尔被颁奖现场发生爆炸的事情。那是在2068年的11月11日，根据监控记录显示，身穿2041组织服装的2名青年男子在场馆内放置了大量炸药。2041制造爆炸案证据充足，但至今该组织却没有出来声称对这场爆炸案负责。而这2个人又出现在了他收集的调查报告里面。而这个身份调查报告非常之简单，结果就是证明他们并不是2041组织的成员。对，栽赃我们这么可爱的组织，怎么回事？那事实上呢，他还查到了一个 MG 银行的转账回执单，嚯 ！K 集团给这2个人分别都转入了人民币200万元，可以指使那2个人。黑在栽赃那个41，对他们能买走别人的善良，这种人。如果只是因为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还不至于让他对 K 总下手。那下面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有可能。M 是中心医院的诊断报告。枪击啊！
2069年3月28日，临床诊断因枪击导致特重型颅脑损伤，对外界刺激无任何意识反应，仅保留呼吸、代谢和排泄、分泌等最低级的生命功能，是大妹妹。我的妹妹现在变成了植物人。我的天呀！我跟我妹妹被集团追杀了。被哪个集团？被 K 集团追杀。为什么？因为我们调查他们，知道了他们一些就跟他们集团一样一些 bug 呀，一些那个想揭露的事情，所以就追杀了我们。然后我妹妹为了保护我，然后这个直接中了一枪，对，中了一枪。那你们有受到过来自邓氏集团的这种威胁吗？因为我们调查他们还没有被发现，我们调查 K 集团被发现了。OK， 然后呢，他是非常清楚今天 K 总要登飞机的。2041的兴趣群组里面有这个很重要的讯息，各位 Sora， 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也就是3月10号 K 将参加峰会，图片附后。然后呢，他回答信息收到，这次是将 K 集团的黑暗科技和暴力袭击的罪行昭告天下的绝好的机会。他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把这个K 的罪行给他揭发，来公之于众，对，让他知道。在他的手机里面还找到了他的飞行记录，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飞行记录。他6号从 M 市去了不重要的市，7号从不重要的市回到了 M 市，接下来8号从 M 市飞到了不重要的市。然后9号又从不重要的市飞到了 M 市，10号也就是今儿，他又从 M 市要飞向这个不重要的市，他每天在往返。您在攒积分好吗？然后因为确实要换这个航班新出的微波炉啊，然后去京东上面找空气炸京东锅呀，好多新的电器，对。它这个航班号都一样吗？一样，都坐的我们同一班天空号。所以是提前准备一些东西喽。你该不会把飞机都改装了吧？每天。好消息，好消息！本来以为我登机够早的，原来我3天前就已经登过了。这是组织派给我的任务，我去踩点了。那请问你刚才讲的时间线里面有讲你10点钟要干嘛吗？10点。因为我9点困了，我睡了过去，10点我醒来了，你看看多么的科学。然后什么科学？你自己定了一闹钟，被我拍到了。你10点钟定着闹钟要干嘛？他咳嗽，他紧张，他不回答。因为我10点钟要去做一些我要做的事情，我是 dirty cigarette。还有后边更狠的，没了吗？就只有一个1喷急晕药。哦，这个是最狠的了。我为什么踩点就是因为这个嘛，我要找这个时机把它喷晕。把谁喷晕？把谁喷晕？把我自己喷晕好吗？把 K 总喷晕呢？我不是一直在踩点就要找 K 总吗？让他在我需要的那个点昏迷。今儿用了吗？没有用。撇嘴是不信吗？啊，当然了，没有。我的微表情被你捕捉了，我没有用。你让他昏迷，你要干嘛呢？那个需要你们慢慢的去探索。你的空间是空的，还探索啥？因为我不是这个反科技的嘛。哦。所以我就大概买一壳，没有往里续费。因为我的 daughter 都已经因为这事儿而走了，我还给他做什么做？说的对，你不会沉迷于这个，你甚至碰都不愿意碰。对，而且我要反对这个，是这样的。所以核研究，你有怀疑的人吗？现在的怀疑很重要吗？很重要。他俩，又吓我一跳。这，谁俩？我跟谁？他俩，荣跟伦。谢谢核研究，哇，贡献了好多，拉出来一条大故事线啊。
好，下一位容娜丽莎。我去了伦少爷的房间。坐好了，坐好了，来，坐好了，坐好了，嚯！他的空间里面居然是一个病床，对你代表什么吗？口袋空间其实就是希望让人们去到一个可能在现实世界不太好去体验的一个空间，或者是比较向往、比较有回忆的空间。那这个病床呢，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有回忆的空间。啊，这个是我爸爸的病床，是你爸爸的病床。对，我爸爸病重了以后一直住在这个病床里，所以我以此来怀念他。那你为什么不回忆一个美好的过去啊？非要回忆最痛苦的那个时候？因为在我的认知里，这是我唯一的亲人。那在你的那个病床上有一套这个黑色的睡衣，真丝的，很精致，是谁的？那很精致的肯定是我的，是你本人的，是我本人的。那你为什么会留套睡衣放在那儿呢？就这个环境是爸爸在医院里的一个环境，然后我把它给还原到了口袋空间啊，然后以便我随时都可以去，感觉跟爸爸在一起。然后换换睡衣在那躺会儿。哎，对，哦，没事就在那儿就睡一觉。对你显得感觉上他跟他爸关系很好似的，但是我在你的那个桌子上有你跟你爸爸的合影，有大概是分了3个年龄段的，很小的、中的，然后稍微大一点的，感觉很亲密。但是在相框拆开之后，相框的背后写着邓布斯和儿子，然后儿子2个字是被黑笔划掉的，每张照片里面都有。这是你划掉的吗？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叛逆期嘛，尤其是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去到这个邓氏集团工作，在这个工作期间，其实不是我跟父亲之间有矛盾，主要是父亲对我的要求太过于严厉了啊。然后我呢也一直很渴望的想证明自己。所以这些证据是佐证你刚才说的吗？就因为我在你的那个空间里面还发现了几份方案。比如说元宇宙氪金商店设计方案，或者是口袋空间3.0产品的优化方案，它都是写了垃圾，就是感觉上是公司其他人做的，但是在你这儿看，你觉得他们都是做的垃圾？这个是我做的，然后爸爸写的垃圾。是爸爸写的垃圾。刚进公司的时候呢，在那几个月中，就是我总会被爸爸否定。就比如我说 A 方案，爸爸一定会说 B 方案；我说 B 方案，他一定会说 A 方案。对他要求很高就是2个人总在这种拧巴的。对，所以那一段时间会让我心里会有一些叛逆，其实是想过于的证明自己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爸爸突然就病倒了我还发现了一个，就是邓氏集团的重要文件。说是邓氏集团管理层确认流程更改通知，即日起公司事务决策确认流程由伦少爷本来是初审，邓总复审确认，更改为伦总审核确认。公司内部所有的权限开放均上报至伦总再执行。这是58年11月的事情。然后这里写了一个开心极了，这是写在那个文件上，是你写的吗？是我写的，是你写的。爸爸后来这个病情越来越重了，所以才改了这个流程。但是在我当时那个阶段呢，不是因为爸爸重病而开心，是因为好像抛开这个亲情，在公司的这个我终于可以有这个话语权了，所以是为这个开心。明白。那刚才也提到，网络上对于你要继承这个邓氏集团，其实有很多非议，包括热搜榜上就上过热搜第1。邓布斯离世，邓氏精神已死，然后反正就是诸多的，就是对你的一些不好的攻击，这些攻击对你有影响吗？有影响。口袋空间其实是我爸爸创立的嘛，包括这个 MG 航空公司，其实都是我们家的产业啊。但是我自己其实一直没什么作为，所以一直到68年了以后，我自己开了一个自由世界，然后反响也特别好。很多人爱玩，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了。然后呢，就是有很多杂志，就是什么新掌门人什么什么的，而且他是一个游戏达人。那他和张游戏谁厉害呀？他
他厉害。真的吗？你为什么说他厉害？这整个游戏不开心了，你为什么说他厉害？胜负欲上来了。哎，你看他很低调的理衣服。那个游戏是他们公司开发的，他开挂。他有外挂是吧？你为什么觉得他厉害呢？首先，在他的房间里面有他们公司自己开发研究的叫自由世界，但是在积分排名里面写的是 Genius， 就是他的一个英文名字，天才的意思。Genius 起个英文名叫天才，天才 Genius。比如说在8月10号，他就是第1名，然后没有你的名字。9月17号，张游戏是第2名，他是第1名。这个游戏我是原来的第1名，16号的时候我拿到了榜1， 17号的时候突然出了一个 Genius， 打到了这个国服第1，然后我就发愤图强，因为所有的游戏我都是制霸的，我从来没有在游戏上输过。18号我重夺榜首，这个时候我的号就被封了。什么？号被封了？他的演法什么？号被封了，然后那会儿脸上写的，我看都没看出来。那在今天之前，你认识张游戏本人吗？不认识。你不认识他？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怎么着？男的女的都不知道。因为都是在虚拟世界里面。你看，这是一个内部的汇报文件，说伦总，根据您的指示，自由世界中张游戏的账号已经被永久的封号了，对其的申诉呢，我们进行了冷处理。你还申诉啊？首先，你为什么要封他的号，然后还对他的申诉进行冷处理？因为他在毁灭我天才的标签啊！就是我是个天才啊，我自己开发的游戏，竟然被一个我玩不过别人，对，玩不过别人，这也太难受了。然后我还在你的电脑里面找到了一个悬赏令，你在65年1月1号。给一个不重要的助理发了一封邮件，说通知下去，悬赏100万美金。我就不信抓不到甄教授这个混蛋。甄教授？因为其实大家都能看到现在死者的那张脸。K 总就是这个甄教授。口袋空间相融了，被害入了。怎么办？是一个实验室。哦，另一个飞机。实验对象都在这场疯狂的实验中死亡。3个维度，2个空间，谁能发现？我原本以为我的计划天衣无缝，但是没有想到有人发现了我的计划。谁能出来？能醒着的凶手，一个失去了身份的人，他根本不在乎谁活着。他要杀他，我看见他死了。谁能再回？他回来了，他就变成一个生化人。布置现场，上飞机就是为了杀 K 总，我就得先把他弄死。这是我的凶器，你就瞬间变成嫌疑最大的人。真他要绑架所有的人，后面的事情是已经不在控制内了。哎，侦探，还有机关呀！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假的案发现场。这就是我中间几次醒的时候，有可能是在这儿醒。您要求邀请的重要嘉宾，我们已经请到了。天哪！他撒谎。欢迎来到新的口袋空间。京东好物来加码，破案神速又潇洒。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探案都爱吃的 M 豆巧克力赞助播出。无辜者在面具之下，对错善恶随时调换角色。世界的浑浊，醉与爱同歌，人人有话说。你呢 ？No， 侦探的法则，别相信耳朵，追寻真相的爱河。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超多高能瞬间。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一点资讯、Zaker、澎湃新闻，案情看不够，上 QQ 阅读探索更多悬疑小说。感谢特别合作探探、百度输入法、WiFi 万能钥匙、达达快送、智行、百度网盘、网易有道词典、虎牙直播、YY 直播、智联招聘。感谢媒体支持。中新网、凤凰网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国际在线、新闻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榜、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疆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